個家庭有3種唱調就恭喜你啦，咁我哋就會大富大貴、興旺發達噶啦。邊3個長兆啊？睇我屋企有冇啦。首先就要趁力自家近就興旺噶啦。一個家庭係咪興旺發達，從來都唔係靠運氣嘅，而係通過一代甚至係好幾代人共同一齊努力去達成。咁而喺現實生活中，有啲家庭越嚟越興旺，越過越順心，往往都離唔開呢3大長兆。如果你屋企有其中一個嘅話，咁就恭喜你啦。咁首先第一個就係勤勞、勤儉持家，係一個家庭興旺嘅風水。正如張氏家訓入邊所講嘅興家2字，曰儉與勤。我聽過一個咁樣嘅古仔，話說喺農村有個農民叫做吳靜，咁佢成世人都係勤勤懇懇，日子過得無憂無慮，可以話係好幸福美滿嘅。咁佢臨終之前就將一塊刻有勤儉2個字嘅牌匾就交咗俾佢2個仔，仲同佢2個仔講：如果你哋唔想一世捱窮，唔想捱肚餓嘅話，就要照住牌匾2個字做就得噶啦。咁後嚟2個仔分家，就將呢個牌匾一人一半，一分為2，老大就攞咗個勤字，老二就攞咗個儉字咯。老大都好聽話，仲將個勤字掛喺咗屋企，日日都要謹記呢個勤字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因為佢夠勤力，年年都五穀豐登。咁而老二呢，自從分咗半塊牌匾之後，佢亦都將佢當成係神魚咁供喺中堂，即係屋企嘅中間。咁但係佢好懶嘅，老二啊，佢冇點耕作嘅，所以每年嘅糧食收穫嘅亦都唔多。就算一家人死慳死抵都好啦，日子都過得好難捱。咁有一年大旱，搞到2個家庭都所剩無幾，激到2兄弟嬲到將個牌匾掟落地，起勢咁踩個勤儉2個字。點不知呢個時候就有張紙條跌咗出嚟，咁一睇上面係寫住：只勤不儉，就好似端了沒有底的碗，點裝都唔滿；而只儉不勤，只會坐食山空，最終必受窮捱肚餓。2兄弟先至恍然大悟，明白到勤儉2個字係唔可以分家，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。經過呢次教訓之後，咁2兄弟又重新將勤儉持家呢4個字貼咗喺屋企，當成家訓咁告誡老婆仔女要以身作則，身體力行。咁後嚟2個家庭就越過越好啦。所以古人亦都有句說話：勤係搖錢樹，儉係聚寶盤。冇錢嘅時候要儉樸，有錢嘅時候唔好忘本。一個家庭如果可以做到代代相傳、勤儉持家嘅家風家教嘅話，呢個家庭嘅家業先至會越嚟越興旺發達。你同意嗎？咁第2個長兆呢，家庭和睦就萬事興旺。正所謂家和萬事興。咁如果一個家庭可以做到再艱難都好，都可以團結齊心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斷金，夫妻同心，黃土都可以變黃金啊！咁相反，如果一個家庭入邊兄弟姐妹之間係唔和睦、唔團結，互相去挑是非嘅，互相去責怪，咁呢一種家庭內耗就會令到原本幸福嘅家庭變得越嚟越衰敗咯。例如話喺西漢時期有位官員叫做石奮，佢就係以治家有方、家風優良出名嘅。咁佢同佢4個仔都可以做到咗2000石俸祿嘅大官，咁全家人加埋足足有成萬石嘅，連漢景帝都讚佢係萬石君啊！咁因為石奮可以做到以身作則，嚴格要求自己同埋自己嘅屋企人家庭和睦，最終享受榮華富貴，得以善終啊！唔好睇小家和呢個家風啊！正所謂親人不和家必敗，親人能和家必興。一個家庭如果經常家嘈屋閉，根本就冇幸福可言，講明呢個家庭嘅成員係唔團結、唔和睦，家庭內部有問題，內憂外患，咁呢個家庭就肯定會敗。但係如果屋企人之間係和睦共處，就唔會俾外人有機可乘，齊心合力為呢個家做貢獻嘅話，呢一個亦都係家庭興旺嘅預兆。咁第3個長兆呢，孝順父母個家庭就慢慢興旺噶啦。一個家庭如果想要長久咁興旺發達，一定要有良好嘅家風。咁呢個家風就包括孝順，而孝順父母嘅人嘅功德唔會差得過求神拜佛嘅。因為一個孝順父母嘅人，講明佢係一個識得感恩嘅人，唔使求神拜佛，佢都會有福報。咁相反嗰啲唔孝順父母嘅人呢，佢可能做再多嘅功德都彌補唔到呢個不足。
例如話喺齊國有個人叫做江格，佢自細就同佢母親相依為命噶啦。喺戰亂嘅時候都經常孭住佢母親到處去逃難，早出晚歸咁樣賺錢去贍養佢自己母親嘅。咁後嚟佢母親病死咗之後，佢服喪3年都仍然唔肯除低嗰件孝服喎。咁當地嘅父母官都俾佢嗰份孝心感動咗，舉薦佢成為當地嘅孝廉，就連皇帝都睇中咗佢啊，將佢聘請成為諫議大夫。正正就係因為江格嗰份孝心感恩，先至可以令到佢事業左右復原。所以話孝順係一個家庭嘅最好風水，亦都係一個家庭幸福嘅根基。如果一個家庭可以做到勤儉持家、家庭和睦、孝順感恩嘅話，咁呢個家庭就會歷久不衰、福澤延綿。正話講嘅3個長兆，咁你又有邊一個呢？留言話我知。